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回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继上一次的 TS128后呢，有观众也希望我来讲讲雪球枪啦，所以就找了点时间来测试一下雪球枪。那这把说实在的呢，我一直以为是玩具枪啦，而且对它是一言难尽。那怎么说呢？就之前呢，厨师佛哥跟杰夫有个找雪球的任务嘛。那当时我接到的时候，心想37号实验区是个雪区，找几颗雪球有什么困难的？结果之后呢，我37号实验区都快绕完了，还没找到雪球。然后我还特别上到 Reddit 的论坛找，还真的有人跟我一样找不到雪球。那有人回复呢是说用铲子铲，然后我一直在想说铲子铲的话呢，应该是像农场镇那种土堆。然后我想说怎么一直找不到。然后在37号实验区的村庄呢，晚上打机器人的时候，才从他身上找到雪球。那个时候想，这雪球也太难掉了吧。所以最后呢，我那雪球的任务就是打机器人解的。而最后呢，怎么发现挖雪球的时候呢，我是在做这个 H12之前，就是有个定位坦克的任务嘛。结果发现坦克旁边有个雪堆，然后靠近它的时候呢，会显示可以挖掘。结果挖出来的时候呢，发现有雪球。What the fuck？ 大家这边一定可能就这边想说，麦克这也太败齿了吧？哼，你有的摆吗？没啦，就是因为37号实验区都是骑马嘛，所以我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进实验区就是找马，然后就是从一个定点呢直接跑到下一个定点，就会很少注意路上的东西啦。然后加上马吃了萝卜之后就会跑很快嘛，而且加上在马上无法跟环境互动，所以就一直以为那些雪堆呢就是造景道具。好啦，那这边废话完了，反正就是很难找到雪球啦。那造成我就对这把枪呢兴趣缺。而我最后呢找到雪球的时候，游戏又快结束了，所以这把枪呢就被我默默的放在仓库的角落。But 感谢这位观众的要求，当我把这把枪拿出来玩完的时候呢，我在测试的时候是这样的脸。Hey, that's pretty good. 真的假的啦？这伤害也太 OP 了吧？那基本上呢，所有的敌人都是秒杀啦，就是几颗雪球就可以搞定了，连王也差不多是这样。那重点是呢，它还是 AOE 的伤害。其实这把枪呢，可以把它想成是榴弹发射器就对了。如果各位有在玩类似毁灭战士这种游戏的话啦，就是榴弹发射器的概念。再来就是它还加上了冰属性。各位想，这边超高伤害、范围攻击，又加上冰属性，而且这边看敌人冰冻的时候呢，好像伤害还会2次，所以这不是 OP， 什么才是 OP 啊？那大家一定这边会想，这么好的枪要在哪里拿到呢？东极。其实也就是做杰夫跟佛哥的打雪仗任务啦。那佛哥最后有一个提交一些简单道具的任务，然后之后就可以拿到一把雪球枪跟雪球枪的设计图。而雪球枪的材料呢，其实需求也不难，就是一般武器零件7个，跟中阶武器零件7个，以及毛皮2件，还有就是 3D 列印材料2个。But everybody， 那这把枪呢，同样还没解开它的封印。那再来呢，记得晚上10点之后来37号实验区的村庄打机械雪人。那成功干掉它后呢，就可以拿到雪球枪的强化模组。而这个模组的材料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啦，就是需要强化雪球20颗。强化雪球的设计图在打雪仗任务的时候呢，同样可以拿到。然后寒霜弹3颗，然后高级毛皮2件，以及就是高级武器零件1个。跟 3D 列印材料4个，那前2个比较难拿到啦。那强化雪球的材料呢，可以考虑在村庄这边找。那这边的地图可以看到，在地图上方村庄的这边附近呢，我用狗脚标出来的地方，就是我有发现有雪堆的地方啦。那我这边看大概都集中在就是地图的左上方这边，而村庄这边呢，有稍微较多的杂物箱可以翻看是否有小石头。然后同时呢，村庄的中间又有雪堆可以翻雪球，然后晚上呢还可以打机械雪人拿更多的雪球。而寒霜弹呢可以打军营中的呆头鹅，如果有幸运的话呢，一次可以拿到差不多4颗寒霜弹啊。那这样差不多材料就齐了。接着装上特殊配件后呢，这时候你的雪球枪就会变成超高伤害、范围攻击，又加上冰属性，还有散弹枪的特性。简直不要太扯啊！那这还只是解开第1道的封印啊。如果还想要雪上加霜的话呢，雪球就使用雪球加强版，变成伤害加伤害，互相伤害啊！那听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内裤都湿了？
另外这边只是我个人的小建议啦，就是在装镜的时候呢，我建议是可以搭配2倍镜，因为雪球枪雪球可以射的最远的距离呢，刚好就是2倍镜可视的最远距离，所以搭配2倍镜呢，刚好也可以让你知道雪球最远可以射多远啦，以及让自己的视野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副手武器呢，我还是建议搭配 TS128啦，那就是强搭配，或是各位顺手的狙击枪啦。那这样在37号实验区呢，拆炮台也方便。另外打王 TS128加雪球枪，王应该根本就碰不到你啦。但讲了那么多 ，Team Soda 也帮各位想好了啦。那这个屌炸天的枪呢，怎么可能没有缺点？那它的缺点就在我刚刚前面的废话讲过了啦，就是子弹好难找啊。那前一支 Ash12 的影片我有说过了，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，就跟 Ash12 的 Mag 子弹一样。没想到雪球枪的子弹比 Ash12 还难找，重点是 Ash12 的 Mag 弹呢，还可以稍微在武器商老吴这边买得到，又或者是可以买材料自己做。那雪球枪的雪球呢，就只能单纯靠挖，而挖的话呢，也只有37号实验区挖得到。那如果还要雪球加强版的话呢，又还要再去找小石头，而小石头呢，每隔一次顶多出4颗，也意味着呢，只能做4颗加强版的雪球。那有次呢，我在收房间的时候翻到了2格，也就是8颗的小石头，我差点兴奋到昏倒在椅子上啊！那以前每次翻箱倒柜看到小石头的时候呢，我都是这种表情。没想到之后呢，看到小石头之后变成这种表情。而第二个缺点呢，其实就是前一点的延伸啦，就是因为子弹很珍贵，所以每次辛辛苦苦做了一堆加强版的雪球呢，我的心里都是这样 ，My precious， 导致我就很舍不得用啊，而很舍不得用呢，就更不想用，所以每次用呢，你心都在淌血。那因为在37号实验区呢，狙击枪很方便，然后 TS128这把狙击枪呢，我在前一支影片有介绍到了，就是很万用嘛，就导致很多情况呢，我就用狙击枪就可以解决了，就变成这个雪球枪呢，有时候就用不太上。不过打一打后呢，我发觉只单纯用雪球其实也不差啦。但当各位体验过雪球加强版后呢，就会有雪球加强版症候群了。那威力呢，忽然砍半之后呢，手就会开始歘，受不了啊，受不了！就跟各位体验过特种穿甲弹后呢，看着我用普通弹打王的时候，就会想要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：麦克用穿甲弹啊！再来最后一点就是雪球枪的爆炸伤害呢，同样也会伤到你。所以雪球枪的爆炸特性呢，这边是优点也是缺点。当进让敌人贴近你的时候呢，你开枪同时也会伤到自己。像 Takila 或狼王这种忽然很快速的这样接近你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没有及时换枪，很可能就会被自己炸死了。所以这边呢，也是各位在使用这把枪上要注意的一点啦。以上大概就是这次雪球枪测试的心得啦。那这把真的是有点 OP 的存在啦，不过前提是雪球要够啦。那雪球够呢，就是尬的；雪球不够就是马的。就如同这位观众说的，先不用多说了啦，我要去挖雪球跟找小石头了。那这边我就同样放几段我用雪球枪打时豪爽的片段吧。这边就一样，先找弗里兹跟伊格尼2位老朋友来串串门子啦。那这边一进门就看到弗里兹了，这边先用 TS128 先耗一耗他的血。这边想说等他接近的时候换雪球枪，有惊无险。我发觉弗里兹比较难打，应该是他有这种抗冻的属性啊，所以各位如果打弗里兹的话，可能就考虑直接用 TS128 把它解决掉就好了。反之，伊格尼反而不用太担心了，几发雪球就可以解决掉了。接着就来找这个 Killa 老朋友，还好他已经在外面了啦，我就不用进去引他。那这边同样用 TS128 先耗一耗他的血，然后进到雪球枪的范围之内呢，就换雪球枪。OK 啦，那这边干完 Killa 之后呢，同样来找他大哥 Takila。那这边我是换成雪球加强版啦，因为用在他们身上呢也不会觉得可惜，然后加上因为他们皮超肉厚，用雪球加强版刚刚好。OK， 看到 Takila 了，把他换近战 ，OK 啦，被定住几发解决。
那最后2帕呢，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个雪球枪呢，用在狼王身上跟变电站的佣兵鸭，因为这个就完美呈现这个雪球枪 AOE 伤害的优点。你看，瞬间一群就直接秒掉，哇哦！接着是变电站这边，我第一次看到变电站这边站那么多佣兵鸭，那这边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用雪球枪伺候啦。瞬间秒掉啊，超爽的！最后变电站前的那一只我不知道怎么叫的这个蜘蛛机器人，我就不建议用雪球枪打啦，因为我发觉它好像就是冰抗属性很高，所以直接用 TS128解决就可以了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这把 OP 雪球枪的介绍啦。那这把真的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啦。那许多王呢都是几颗雪球就可以解决的。那不行的话呢，就多打几颗。所以如果刚进37号实验区的朋友呢，有空就挖挖雪球，找找小石头。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